好，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川建國發威哦，中國大陸在這個關稅戰之下，現在是越打越賺，而且出超破兆美元。美國則是面臨自己內部民生潰敗，吃不起飯，現在還得靠所謂的代幣來做食物救援，怎麼回事？趕快來看今天3個火線話題，請來賓來幫我們做解答。現在看到美國的農夫市集到處都在使用所謂的補助代幣，美國人現在連買菜都要靠政府的救濟了嗎？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是川普啊。這個關稅戰之下，通膨壓力還沒有降，但他在此刻卻是逼着這個聯準會啊，趕快降息來救市吧。但是救市的話，是否又會影響到股市、債市呢？川普是在止血還是在放火？第三件事情，今天也會關心到的是，川普的關稅戰之下，沒有想到大陸現在出超正式破了1兆美元這個數字，甚至創下了新高。另外一方面，剛剛講的嘛，美國則是呢靠補助過日，川普這個時候在對中政策上面突然間轉軟了，大家在看這個是戰略轉向，還是美國真的這一回撐不下去了呢？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解答。剛剛特別提到的這個農夫市集，其實呢地點就是在舊金山，當時的畫面是這樣子，大家看到說哇，周末市集的人去逛的人非常的多，然後看起來人氣非常的旺，但是攤位的桌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攤商自己說的，多了一樣東西，就是政府補助代幣。什麼意思呢？這不是一個設伏升級哦，是因為美國現在尤其針對這些中低收入的家庭，他們連買菜都越來越有問題了，包括說呢，只能靠的是他們的這個代幣哦來去買菜，來用刷卡換代幣過日子。攤商也證實了，確實他們現在收到的代幣甚至比現金還要多很多。那麼現在美國自己國內的通膨到底有多嚴重呢？我們來看到幾個實際的數字。首先，第一個，美國人最愛吃的牛肉漲幅啊，一口氣飆升到了超過15%。再來看到55%的美國民眾都認為說，真的吃不起飯，你川普是不是應該要負起責任呢？第三個是川普11月的關稅收入首次的月減了，所以他這個時候呢，被迫取消部分食品的關稅，要來救自己國內的物價。而且現在只有30%的民眾是滿意川普的經濟政策的，川普已經乾脆親口證實了，他說確實，他認為共和黨接下來恐怕在選舉中會丟了自己的飯碗。美國現在內部物價通膨有多嚴重，還得靠代幣來買東西。關稅戰是把美國的經濟底子給打空嗎？艦長怎麼看？我們來看啊，其實這一個有關於川普這個施政的部分啊，如果我們再看到 APEC 他的一個會前的時候，其實大家對於川普的概念，執政的狀況是這樣：如果一般的美國成年人啊，那我們先不論黨派的話，我們就會看到大家認為這一個生活雜貨，其實漲得非常有感，71%的人都覺得是上漲。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，大家覺得最不滿的是什麼？也就是同樣的狀況，也就是這一個我們生活所需要的開銷，那個其實是越來越大的。不過現在大家講說這一個是不是通貨膨脹呢？其實不一定是通貨膨脹，反而可能是通貨緊縮，因為大家不敢花錢，因為未來長成什麼樣子並不清楚。那也就是我們來看到實際的狀況，我們看到消費者的信心。如果說我們從這一個選舉日之後，我們就看到消費者的信心其實曾經有一度上漲，那但是呢，現在又逐漸的跌落。那為什麼我講說這個部分呢？並不一定是通貨膨脹，真正通貨膨脹的高峰其實是在拜登總統的任內。那現在呢，我們看到的反而更多是通貨的緊縮。那這個通貨的緊縮所造成的影響，大家不敢花錢。那不敢花錢，但是這個問題啊，會更嚴重的出現在中低收入戶，就是我們剛剛講到有關於農民市集的這個部分。為什麼？因為一般來講，中低收入戶相對於這個消費金字塔頂尖的人來講的話，他的收入會將近超過60%都是投注在購買食物這上面。而且如果美國有提供這個補充營養援助計劃，他們就會用這個計劃，因為這樣子可以讓我少出一點錢。然後當然我們看到的也就是代幣滿天飛啊。那這一個狀況其實川普他知不知道？他非常清楚，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美國不斷的
敦促中國大陸你趕快買大豆。那其實問題也就在這裡，也就是它最重要的是，它要避免這一個收入不多，但是選票很多，然後讓它在明年的期中選舉一敗塗地。好，一邊是這個美國自己的內部物價太高造成的這個消費減低。通縮的一個問題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們看到川普政府現在又持續的要求，聯準會啊，你趕快降息吧，希望能夠替他的經濟打一些嗎啡來止痛續命啦。那可是現在大家也擔心說，會不會降息又造成股市債市的不利呢？這個是第一個問題，要請教楊老師。第二個問題是，期中選舉接下來共和黨樂觀嗎？因為現在連川普自己都不看好了，楊老師怎麼看？對，川普在13號的時候接受《華爾街日報》的訪問呢，我看到他自己称讚說，從來沒有這麼好的經濟在美國的歷史上啊，這個非常符合川普的口吻。可是真的嗎？我們先來看看一些就是清楚的這個數據哈。那到目前為止，其實他的支持率是掉了，而且是掉了幾趴，掉了大概有10%，從就是48%掉到從52%掉到42%支持率，不支持率来到55%，增加了大概有10%，所以一上一下，其實它的不支持率遠超過它的支持率，現在這個很清楚。然後呢，這裡面去分析有3類的這個選民現在對他其實是支持大幅下滑，一個就是拉丁美裔的，叫 Hispanic， 第二個呢獨立選民，第三個呢年輕人18歲到29歲的。那 Hispanic 呢，其實主要都是在美國的南方，尤其像佛羅里達這些地方哈，過去一直都是共和黨的主要支持者。那可是到都市裡面，他們又傾向支持民主黨。所以這一次我們看到，從40%掉到35%，減少了有將近13%。然後呢，獨立選民減少了將近20%。最特殊的是，年輕人對川普的支持從原來還有將近40%的，掉了只剩20%。哦。所以少了一半，一年少了一半，你還不到明年的選舉，明年選舉大概還有將近1年的時間，那夠不夠足夠的時間把他們給挽回？通常不容易。為什麼？因為再進一步的民意調查，他們說50%到55%的選民認為最重要的3個議題，第一個是通膨，商品的價格；第二個呢是工作，整體經濟；第三個呢是健保。可是呢，川普你看到他這個通膨因為關稅開始就是出現這個就是整個嚴重，那目前在9月份的數字看到是2.8%，然後呢，工作其實美國的工作現在是很好找的，可是經濟整體的情況大家是很擔憂，甚至 AI 泡沫化明年會不會變成議題？然後呢，健保那這個是最嚴重，川普把那個奧巴馬健保給拿掉了。可是只有20%支持川普的現在眼前的一些議題，反移民打犯罪還有外交政策20%，所以他覺得這個順序不對了。同時呢，經濟上的問題大概是74%認為他現在做的一般甚至不好，只有23%說OK 比以前好。那這裡面大概不到15%左右是說比去年1年好，所以你看70%比20%多，現在就很清楚，這個民調顯現出這1年以來，大家對於川普不只是說蜜月期沒有了，其實基本上認為他搞錯重點了，他沒有關心到人民眼前關心的議題，而且呢，人民眼前的議題也每況愈下。那同時對於川普的一些手段做法，當然也更不認同比如說他對學界。他對這些逮捕那些ICE的這些作為，所以我是覺得明年的期中選舉，如果是在下個禮拜舉行的話，那他一定會輸1院。但目前還有1年的時間，足不足夠他去改正很難講，因為經濟的問題其實有很多的變數的。好，很快的其實上任到現在，川普已經1年的時間了。接下來，已經用民調，選民已經反映了對於川普的不滿。那離期中選舉現在看起來，其實是對他非常的不利的。而且大家也在檢視說，你當初實施這個關稅戰，其實也是要對付中國大陸。結果沒有想到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，我們看到大陸在經濟上面，尤其是在出口上面表現卻是越來越好。而且呢，在另外一方面，政治上川普的態度對中國大陸卻是明顯的降溫。幾個重要數字來帶觀眾朋友
友看一下。先來看經濟面，前11個月我們看到大陸的出口3.4兆美元，是年增5.4%，對外貿易順差突破了1兆美元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對美出口雖然減少了18%，將近20%哦，但是卻靠非洲、東協、拉美全面都補上了這些出口的缺口。那剛剛講了嘛，川普對中政策變得明顯的降溫。首先10月底和習近平見面之後，我們就看到他拋出了 G2的論述，承認中美之間是平起平坐。對於中日這一次的爭議，他也保持沉默，傳出還私底下要求日本避免刺激北京。再來就是我們看到他的國安戰略的這個策略也降溫了，不再高調強調大國競爭跟大陸的核武擴張。為什麼他的態度有這麼大的轉變？關稅戰打到現在，怎麼把中國打得越來越強？委員怎麼看？這個打錯方向，而且打的力道實力不足，打人家傷人這個所謂3分啊，就要自己自傷5分，從來沒看過那麼笨的政策。其實川普的關稅政策，美國的經濟學家一致反對，沒有人看好。我一開始也跟他嘲笑他是王安石變法一事無成，在你節目1年前我就要嘲笑，果然不幸成真，因為他那個完全是一種亂拳啊，打狗什麼，會當然是不可能打出一個好的效果。那中國的這個貿易順差在1到11月突破了1兆美元，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成就。因為去年一整年呢，1到12月哦，總共的順差才多少？8400億。前年才8200億，今年只有1月份到11月份就超過1萬億啦。所以如果再加上12月呢，當然就不止了。但是高興之餘也有擔憂，因為中國這一次的順差到達1萬億啊，當然最終原因是出口跟去年同比增加了5.4%，5.4%啊。然後因為有新產品、有新市场、有新通路。新產品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些產品，傳統啊、電子啊等等，然後還有什麼新能源啊之類的。那新市場什麼俄羅斯啊、東南亞啦，甚至於非洲、拉丁美洲啊，這種新市場都被開發出來了。那新通路就是說，它海外有很多新的港口、新的船隊，然後新的航線，還有什麼，比如北極航線，還有中歐班列，所以使得中國的貨品更容易運到銷售場合。但也有隱憂，為什麼？進口會衰退0.6%，它的機器設備進口衰退，就表示民間不再投資，這中國政府特別去注意。第二個，消費衰退，那為什麼消費衰退？因為有進口替代品滿足大家的消費，可是也表示對於進口的奢侈品不再買了，然後進口的設備有替代品，再加上更高檔的設備不一定買得到，被科技管制啦等等的原因在裡面。那再加上房地產不振，所以內部的投資需求大幅衰退，所以才會有整個進口衰退0.6%。所以這個隱憂也要去特別去注意。所以表示說增加到1萬億該開心。不過算是一個不錯的成績，我來算給大家看哈。就是中國大陸如果單純講這個 GDP 的話，人均 GDP 今年大概只有13800美元，可是美國已經到89600美元，等於是中國大陸6.5倍。那而且就成長率，中國大陸成長了3.8%，人均 GDP 成長3.8%，然後美國成長4.4%，所以美國在這個數字上是比中國好。然後日本更好，日本成長了6.9%，然後台灣更好，成長了11.1%。那南韓最差，衰退了0.75%，這是尹錫悅的功勞哦，是0.75%。但整體來講，概念是這樣子的。可是美國是嚴重的貧富不均，所以剛才才有我們李艦長講的這個所謂代幣問題，它是朱門酒肉臭啊，這個路有凍死骨。但是美國的問題就比較大。你看看那股市，應該多少億萬富翁不斷的產生啊！黃仁勳幾年前才是億萬富翁，現在已經兆萬富翁了，就是這個原因哈。所以美國有股票的比例大概佔美國人口的差不多20%，那這20% 富起來，80% 平下去，這是美國最重要問題。中產階級消失都在這裡，因為他們投資的傳統工業哈，什麼鋼鐵啦、汽車啊，都賠得很慘，那股票都起不來。可是你丟了 Seven Sister 那七姐妹的股票，每個都發了這樣。好，謝謝委員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，美中之爭，戰略價值，長
崛起，小國生存。现在与未来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。